我代表公司过来看看你，听说你发烧了。别乱摸，死不了。我刺探病情，我乱摸。你又不是医生，添什么乱啊？快回去吧。我不。谁啊？这先生，你的外卖。邓先生，你俩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？他约我今天去德曼店巡视装修进度，然后我说我生病了，他就……我说这么着急把我往外推，我偏不走。公司最近很忙，德曼第一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，还要准备各种上市的材料手续。你说撂挑子就撂挑子，工作交接了吗你？我请过假了呀，我严格的遵守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流程。等我病好了，我会把工作补上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软装设计，喝完药干活。老板亲自监督你，1对1服务，说明这个软装布局是很重要的。德曼的软装布局，设计师已经做了2套方案，刚已经发你微信上了。你看看哪个好？我觉得我们米瑞的店铺一贯是走复古电影风的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屡次出圈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德曼的商场是比较前卫时尚的，如果加入第2组设计里面的包豪斯风格，可能会更加吸引人。啊，继续。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要做复古的风格，但是像前台、卫生间这种地方的软装，可以加入一些明亮的色块，包括我们可以打造一些小型的打卡区。这个打卡区的风格可以1个季度更换一次，包罗万象，紧跟时尚。听着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费钱。好不容易才有的德曼的标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，陈总。再想想吧，看看有什么既省钱又新颖的想法。资本家。你成什么能？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热的，糖呢？监工就监工，怎么还软硬兼施呢？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？方案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设计师了，会按照你的修改，你不用担心。少来，我都已经做到一半了，我可不喜欢半途而废。谁喜欢半途而废啊？那有时候不是不得已吗？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说，到了这个年纪还谈什么爱而不得，就耗呗。但你知道吗？
10年，我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多谈几个人，多见见世界，不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但是为什么心里满满还是你？说看星空，看日落，不如看我的眼眸。可是明明你已经把我撕成碎片了，我却没办法恨你一点。你怎么这么烫？去医院。陈思远，苗苗病了，我现在带去看医生。还要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这不会改包豪斯风格的椅子，皮质要软。苗苗，公司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安心休息吧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。帮你女朋友摁着，1分钟以后再放开。好。的放纵，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陈思远，你出来。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，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了不起啊，陈思远！无缝衔接啊！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是吧？那就是我错怪你们了呗。那咱俩和好，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崔思远？你真铁了心要跟我分手是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行，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承认，一直忘不了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选择了逃避。我以为只要我心里可以不想他，不见到他，我就会不爱他。但当我回国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天空慢慢亮了，我不想再逃避了。还在睡着，对不起。相遇的情节在脑海中放着，剧本演的是我不完美的角色，戏份不会太多，我也懂得。从你的世界经过，寻找被爱的资格，喜悦封存着，偷偷寄给云朵。合同上很多地方不对，我需要调整。好，我要加5个天。好。爱你像是配合主演的另
影视角色清醒的入戏了，却忘我了。你好像也察觉了什么，不动声色，偷偷用心配合，爱你像遥远的风吹过。好，好的，陈董，我明白。我到下午就跟战略部的小伙伴沟通一下。又如何？那人知不知道，曾给过你快乐不就足？对，明天就可以完成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方案我一定出来。明白。病还没好就这么拼？米瑞不缺你这2年的 KPI。刚关心完苏小姐就过来关心我。中央空调啊。我关心谁，整颗心向着谁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当你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体验了一次别人体验过的被照顾。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先好好休息。这急性肠胃炎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又不是没犯过，死不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动不动就死不死，说话跟诅咒似的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你有好处啊，给你心里腾一个位置，好让你不用那么纠结。我纠结过吗？我有1分钟1秒钟纠结过吗？我在家不是明明白白的都说明白了吗？我以为你听明白了。要不我再说一遍？我要睡了。中午想吃点什么？你们俩真分手了？多伤人啊！我以前是渣男，现在也是，不拜谁所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人生病本来就是保护自己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，我又不会倒下嘛。你应该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，毕竟你把人家伤得这么深，你都不去管管。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。说话颠来倒去的，你是太平洋警察，管这么宽？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啊，工作治百病。要不是你过来督促我工作的话，我熬一碗黄芪还能干一个通宵。你这是又有劲儿了。可能是盐水起作用了。还真有点饿了。饿了？那待会儿自己点外卖。我先回公司。去呗，不用跟我报备。月月姐，你咋样了？好点没？你来就来吧，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天呐，你都不知道，陈总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不省人事了，把我都给吓死了。我赶紧就赶过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大补的东西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有藏红花、西洋参、灵芝、海参，还有燕窝、冬虫夏草。哎呦，周婉啊！你这每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呀？买这么多，这么破费啊？
这不是为了苗姐的身体健康吗？这点东西算什么呀？小钱，洒洒水了。周婉，咋了？婉婉，婉儿，好吧，是陈总吩咐我买的。苗姐，我可是你俩的 CP 粉，你千万别把我出卖了啊！就生这么点小病，花这么多钱，哎呀，可是说呢，饿了吧？尝尝合不合口味？对，你尝尝。还热乎的呢。哇！哎呀，真不枉我做你和陈总的 CP 粉这么久啊！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小炒肉、排骨汤还有鲫鱼豆腐，这全都是你爱吃的，这不就是普通的大众口味吗？是吗？嗯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俩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是哪一步啊？有没有到那一步了？什么呀？没有，没有到那一步，他还给你买这么多东西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没有。反正我听说小陈总昨天一夜没回家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哟，陈太太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陈董吩咐我过来探班，辛苦了。陈董，不改口叫未来婆婆？难道陈太太今天是来跟我宣誓主权的？你想多了，我跟陈思远的过去已经过去了。你们俩要是闹不痛快，麻烦请自行解决，不要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。得了吧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现在算是看清楚了，我呢，只不过是他一时兴起的消遣，比不过你这正宫的地位。你们这对情侣闹脾气闹了10年，我还成了第三者，难怪外面人都说你才是米瑞铁打的大小姐。这回我信了。你也没必要挖苦我，我这大小姐也从来不靠男人。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把牙打碎了，或者血也要往肚子里。哎，打住！我没工夫听你在这卖惨。既然这么委屈，怎么不辞职啊？是舍不得眼前的利益，还是为了陈思远做什么都值得？小陈总，别乱讲。我先去忙了。刚导演一直跟我夸你来着，那你呢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看了素材，挺好的，而且今天这套装扮也很适合你。是吗？大家都看着呢。你要一直这样的表情对着我，你猜明天的头条会怎么写？那你希望我怎么对你？小陈少爷，你想分手归分手，但你总得想想米瑞。如果你不想被营销号抓住把柄大肆宣扬，那你就开心点啊！你也挺大的人了，别老让你的母亲大人替你操心。我还不知道你妈叫你来的吧？顺便把合同给你。要不是我叫人知会陈董，恐怕现在都请不来你吧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来了就行。你怎么不去参加广告聚餐，非要跟我这个老太太吃饭呢？那儿有小陈总坐镇就可以了，我去了也是多余。
思远这小子啊，不识相，刚跟人签了合约就提分手。如果不是我施压让他去探班，还不知道这些八卦会怎么捕风捉影呢。那你看看。虽然我不喜欢儿媳妇做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，但是目前来看，她倒是能给我们米瑞带来不少正向回馈，所以你还是要帮我劝劝思远，毕竟你们是同窗。我去管老板的事儿不太好吧？你就没事敲打敲打他，这小子听你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东西要给你。过2天德曼有个酒会，你代表米瑞去一趟吧。好，来，快吃，别凉了啊！谢谢陈导。一个娱乐新闻，你家岑总跟那个苏小姐，两个人郎情妾意，恨不得夜夜笙歌呢。你算什么？你俩谁是正宫啊？你怎么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儿啊？你烦不烦？哎，你是被踢出局了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家是限号，135是他，246是你，你俩轮流着来。想开点吧，我告诉你，男人嘛，都一个样，用下半身思考。他不愿意告诉你的，我来告诉你。知不知道什么才是男人的理想情人？就是这种陌生的女人。有句名言，得不到的才是最想要的。你这样的，迟早被他玩腻，相信我。那我也给你说句名言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常总，给个面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岑太太为什么会让岑总跟苏小姐夜夜笙歌了，找着下家了呗，又换人了。我以后就叫你邓太太，行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没收到请帖啊？那就不劳常总费心了。哼，你看你们俩老夫老妻的样子，那你就是家属了呗。作为家属的话，就不能参加米瑞的竞标会了。我跟邓总不是你臆想的那种关系。你怎么证明啊？我们清者自清。林小姐当然是我岑家的人，是我岑思远的女人。你有病啊！你干嘛？宣誓主权啊，没看出来吗？你问过我意思吗？真配啊，你们俩，彼此给彼此戴绿帽子是吧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吧？我们就不能好好聊一聊吗？聊什么？聊你的幼稚吗？你尊重过我吗？我是你的玩具啊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抓过来就亲，怎么显得你力气很大是吗？霸道总裁啊！我没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段时间以来你一直在躲我，回避我。我等不到答案，我总得制造答案吧。
我没有在躲你。你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明明就在躲我，你也知道我一直在想你，但你还是在躲我。如果你要这么煎熬我，我可以让你煎，但你总得给我一个期限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必要这样。可是我真的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怕我快撑不住了。10年，10年之后，如果他还没娶，你还没嫁，我不干涉你。是啊。要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，取经都取到了通天河，你才是我的经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，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我们缓一缓好不好？我们缓一缓再聊我们的事情好吗？为什么？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。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这就是你拒绝我的借口是吗？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们睡意朦胧，要不是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如果这么多年你心里也念着我，要不是你不舍我们就没有分开过。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要不是梦中盼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。汪赵总又催了，说下午要交号。哎，好，你干嘛？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。干嘛？在公司呢。哎，晕开梦河，每一阵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缓缓你干嘛？说爱你，余晖帮我这个领带。不肯离去，就为这个，神秘兮兮。那你以为是什么？其他服务呢？若是我可以的，我也行。
想念太曲折，背又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月温下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进。哎，陈总。陈总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陈总，林秘书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？刚刚他脸一下子突然那么红，是不是气血太足了呀？啊，应该是德曼的事情压力太大，熬夜熬的。原来熬夜还能有这种症状呢，长见识了。你这是来八卦的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咖啡艺术馆，场景已经布置好了。这些是实景图，您看一下，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？你发给我吧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林秘书生病的事情，你不要到处乱说。林大姐的不错。没事儿，大家一块过来集气吧。月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月温下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你平时都要最后一个走吗？我演加班呢，有加班费。你过来，我给你充电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不要。月温下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我看着呢，他们都走了。不肯离去，我借风悄悄把你拥那我也不养入虎口。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月温像海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别乱动，公司到处都是监控。我们先回家。你自己没有家。目光只锁紧，我只愿
随你去。你干嘛？不想让我去啊？我又不是不知道密码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了繁星，只有我一人倒影。不行，有监控。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，我的心那样笃定。这爱意沉默的绕着恒星轨迹，隐藏在呼吸里。哎，苗姐下班了。我猜她应该是跟小三爽约会去了。干什么呀？一会儿让别人看见了，这会又没人？万一有人加班呢？不会的，就先一会儿吧，牵我手怎么了？哎呀，烦人！谁啊？哎，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咋还没下班啊？吓我一跳！周晚，你吓我一跳！我都打电话呢，在这。哎呀，我正熬夜赶设计呢，天呐，那个新出的那贴纸啊，赶着要呢，又得加班，头晕。那你快去吧，赶紧弄啊！嗯，不行，陪我买关东煮去。咋不让张会计陪你去啊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大声啊？别人听见怎么办啊？要给你看图啊！怎了？我算是发现了，这米瑞个个身怀绝技。你还好意思啊？我看这就是上梁不正。赌上所有，奔向你。听沉寂的心为你苏醒，差一点错过拥抱你，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今后在你身边晚安好梦。我只爱的你，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爱的勇气，别放弃。怎么不行？
万一有了怎么办？有了就剩下来。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那我现在去买。我晚上没吃饱，我去买点饭给你吃好不好？我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啊？讨厌。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。你们干什么呢？苗苗，谢谢。你去给学长倒杯水啊。来者是客，咱们一起敬学长一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用咖啡杯装气泡水？你们家一共3个杯子，2个咖啡杯，1个玻璃杯，我总不能和学长一起用这个咖啡杯吧？是吧，学长？来，所以你们俩真的在一起了？没，学长你误会了。我说嘛，你们要是在一起，我直接就撤了。虽然现在没有，但是我相信不久后的将来，将来就别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留下来吃晚饭。苗苗又没有留你。苗苗在5岁的时候可做过我老婆，就这关系，需要留吗？什么5岁？而且是一整个夏天。苗苗小时候啊，最爱吃鸡腿了。来，多吃点鸡腿。鸡腿有什么好吃的？肉那么柴，来吃鸡翅。你夹过的，你吃。来，青菜你吃。这红烧肉也不错。这个。你们俩够了。有什么事不能以后说？好心快过来。苗苗，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学长，你先去忙吧。苗苗这有我呢，忙去吧。本来今天我是想跟……哎呀，走吧，工作要紧，要放在第一位的。你们俩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吧？你留在这儿也不合适吧？咱们一块儿走。来，我是淼淼的上司，他工作没完成，我得监工啊。淼淼这么自律的人，不需要你监工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对淼淼也不太好嘛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上司就可以得寸进尺，人不好意思说而已。你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。那个陈总，要不你也先走。听到没？走了，一块撤，走了，走。人淼淼都说了，走了。拜拜。衣服忘拿了。
走吧。走了。嗯。哎，这个电话。喂。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了，那个方案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那待会儿我过去一趟。嗯。好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忘了跟你说一下。说什么？我没吃饱。那接着吃。我说我没吃饱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过色，相逢时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悲忧相望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好香啊！我只愿随你去。部队锅，男朋友，烟花，我小时候的梦想。那以后我们一起看烟花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只锁紧，我只愿随。我可都看见了。看到就看到呗，我不能有朋友啊？当然可以有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你吃醋啦？只有我一人倒影。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温热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，我的心那样笃定。怎么可能没吃醋？这爱意还敢握手？沉默的哪只手啊？去消毒。思远，思远，呼吸里涌出眼睛。今天都干嘛了？明天得给你请个假。请假？
后天你就出差了，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去？我就知道我跟你说了，你肯定不高兴，但是我还是得跟你坦白，就是我儿子嘛，4岁了，长大了别懂事儿，老是闹着要妈妈。最近要过生日了，我真的是可能你没有孩子，所以你不懂小孩的那种脆弱。就是他跟你哭跟你闹的时候，你的心吧，突然一下就拧到一块儿，就突然一下子碎了一地。你说我又不是孙悟空，我上哪儿这么快给他变个妈出？是啊，你也还挺难的啊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又当爹又当妈的。妙妙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什么呀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你帮我跟他过个生日。嗨，当然了，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讲义气。妥妥的。不去。那个孩子真的特别可怜，他没有妈妈。我还没爸呢。思远，现在小陈总也不叫了，思远就行了吗？老公，老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，行。不过8点半之前必须回来，一起去看电影，好东西。一言为定。嗯。来个礼物，一会儿我们看走不了那么快了。嗯。那就在这儿。诶，晨晨，程程，妈妈，我不是妈妈，我是爸爸的朋友。你就是我妈妈。程程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喊妈妈。你要是喊妈妈的话呢，妈妈姐姐以后就不陪你玩了。嗯，妈妈，哎呦，哎呦，程程，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？哇，是汪汪队！汪汪队，汪汪队总部集会哦，开大会！汪汪队开大会，好可爱呀！谢谢妈妈。你拿着这个过去玩吧，晨晨。晨晨的话，你别介意啊。对，他就是太想要个妈妈。童言无忌嘛。晨晨太可爱了，我去跟他玩一会儿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晨晨，生日快乐，程程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那我们来吹蜡烛吧。哇，你刚刚许的什么愿呀？不告诉你，我爸说了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啊，那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那我怎么帮你实现呢？怎么再给你买汪汪队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想让漂亮姐姐当我的妈妈。程程，妈妈不能乱叫的。我想让妈妈给我读故事。晨晨，姐姐很忙的，我们就不要再留她，好不好？吃蛋糕好不好？
想不想吃蛋糕？那我们就吃蛋糕吧。在指尖的轻落，要不是夜晚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被又相忘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不肯离去。好，吃了房卡，往这边走就好了。好。目光只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。我信以为真，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风。你怎么来了？来视察工作，看看你有没有摸鱼。那你还装睡？不早说。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我回来的时候你就睡着了。说好的8点半吗？你昨天晚上看好东西了吗？你是个好东西吗？对不起。你真狠心。晚回家也不发个微信打个电话。那我也一直看着手机，你也没给我发个微信啊。我那不是要给你自由吗？谁知道你真这么狠心啊？心太大了。对不起。以后还报不报备啊？嗯。情侣之间
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对？怎么干嘛了？你还怕我被拐了？怕的要死。我怕你被人拐，怕你出车祸，害怕你不要我了。我辛辛苦苦才把你找回来。这爱已沉默的绕着恒星轨迹，你干嘛？坦诚相对啊。隐藏在行李箱。呼吸里涌出眼睛，错过。谎言躲不掉真心，不剩所有，奔向你。昨天还好好的呢，今天早上那帮工人突然就罢工了，说什么马上要过年了，要让我们预付下个月的工资才能好好的干活。这上个月的工资才发，怎么就想着下个月的？这不耍流氓吗？牵头的人叫什么？是不是有人煽动？牵头的叫头哥，虎得很，也不知在哪听说的米瑞店大欺客，就倒打一耙说怕干了活不给工资，就要现在要。今天给不了，说啥都不走啊！各位来了，各位你是干啥的呀？各位，我是米瑞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咱们有什么话先坐下来好好聊，在这站着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把我们下个月工资给我们预付了，我们就开工了，对不对？是。这个今年的工资我们肯定会按时给大家发的，但不是现在。这么大的一家店，连几个装修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，还是说想白嫖？这不是欺负我们不懂法吗？对不对？不，给钱，发钱，发钱！是。今天钱给不了，这活我们就不干了，你爱找谁找。我理解大家的这个顾虑和担忧，咱们的合同上也写的很清楚，有一个标准的发钱时间。我代表米瑞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拖欠任何一个人1分钱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天就给啊！我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住着呢，今天钱拿不到，手术做不成，出了人命，你负责？不是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你妈生不生病我们知道啊！我天哪，人命关天的事啊！他要说我耍无赖，还有王法吗？不，兄弟们，今天钱拿不到，把装修店给我砸了！哎不，你再这样闹事我报警了啊！耍无赖是吧？报警！你给我一个试试！我来砸我！来人砸我！思远，陈思远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思远，医生，检查清楚了吗？真没问题啊？他怎么还不醒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CT 核磁共振报告不都出来了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就一点轻微的脑震荡，1天换1次药，注意休息就好了。脑震荡？那万一失忆了怎么办？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后遗症什么的？要不要再检查一下，开点药行吗？
没那么夸张，轻微的，休息个10来天就能恢复。那他怎么还没醒啊？思远，思远，你吓死我了！一惊一乍的，什么脑震荡啊，就不能盼我点好啊？疼不疼？吓死我了！不完美的角色戏份不会太多，我也懂得。陈东，淼淼，来坐。你跟了我多久了？10年。这10年，你在我身边照顾我，帮我做事儿，任劳任怨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也30出头了吧？陈东，我不想结婚。这说的就是傻话了吧？女人终归要有个家，不能一心只扑在工作上。工作只能给你带来经济和物质，还有情绪价值呢？还要生儿育女呢？你妈妈是不是也着急抱外孙了？不过呀，女人在婚姻上一定要谨慎，一旦选错人了，这下半辈子就栽了。别跟我似的。陈东，怎么了？其实我不是不想结婚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你真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进米瑞吗？你真忘了你当初对我的承诺吗？可能你忘了，但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我都记得。你当时救了我父亲，我特别感谢你。但是你当时答应我了，如果10年之后我跟思远还相爱的话，你就成全我。我也为你卖命了10年，10年。你忘了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如果我还没记错的话，离我们的10年之约还有10几天呢吧？你都已经忍了10年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纵自己？你把我们的约定当什么？当一个笑话，还是一个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承诺？10年前，你爸爸身患重病，没钱医治。那个时候的你一无所有，你选择了理性，接受了我的约定。10年来，你靠着米瑞一步步实现经济独立，不仅买了房，还养活了家人。你现在有了这一切，又觉得不公平，又来践踏自己的承诺吗？所以，你现在还是觉得我配不上思远？你是在质疑10年前我的决定是吗？你是只要爱情，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严谨明事理的孩子，一直把你当最优秀的人培养，甚至于前些日子你和思远在德曼酒会上被拍，你都亲口答应过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不管不顾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啊？淼淼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不信守承诺的人。
你把我们的约定当做一个玩笑，你今天可以毁了我们的约，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在几千万、几个亿的项目上撂挑子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这10年来对你的培养是不是错付了心？你扪心自问，我不指望别人，起码我在你身上希望看到这个品格。10年了，你最后让我失望了。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思远是我的儿子，你何尝不是我的女儿呢？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要不是梦中盼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妈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苗苗，不设防等爸病好了，问候，爸再干几年，把家里房子卖了，给你在城里买。爸爸就每天给你做饭，看着你上班。等你有了对象啊，爸就给你办西式婚礼，跟电视上一样，挽着胳膊给你送出去。爸，我好想你。怎么这么受难？思远，我们俩先静一静吧。你都跟苗苗说什么了？我能说什么呀？你自己说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只记得我说过，不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。妈，你是不会懂的。爱不是弱者，心胸不宽广的人才是弱者。我只知道一个人有爱人的能力，才能幸福。他辞职了，我没同意，请了个长假，应该是回老家了。思远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淼淼的，你让她安静会儿吧。
余温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之所及，我只愿随你去。看烟花。想念太曲折，也不知道哪个傻子，不过年也不过节的，放这么久烟花，好看吗？这烟花还挺好看的。那这个傻子算是放对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陪你过年啊！又要赶我走。对不起，在这儿我说了那么多伤你的话，对不起，思远。淼淼，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在一起，就是要放弃一下过去的心理包袱。你顾得了这，顾不了那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遗憾，彻彻底底的自私一回好吗？我只愿随你去。淼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有更多的人去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幸福，也希望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过去所束缚。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影子，就不会感觉怎么放这么久啊？光的人在之间放了13年、14年的、15年的、16年的、17年的、18年的、19年的、20年的、21年的、22年的、23年的，还有今年的。对不起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。淼淼，你带你男朋友回来啦？阿姨你好，我是淼淼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淼淼，这是……阿姨，初次见面，今天有点冒昧了。我跟淼淼在一起10年了。早就想好，这辈子都要和他在一起。今天过来，是来征求阿姨您的意见。如果您同意，明天民政局上班的话，我就带淼淼去把证领了。明天就去领证啊？哎，等等等等，咱们淼淼虽然不是金枝玉叶啊，好歹也是正经人家的好姑娘，结婚这种大事还是要慎重。哎，我看你也是头一回上门啊，
这话没说两句，你就开始聊婚事儿，你也忒着急了吧？是太着急了。今儿张婶在，我就替林家把关。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啊？做什么的？我家就我一个独生子，我妈是一家咖啡企业的董事长，婚房是我自己开公司赚的，买了套220平的大平层。这是房产证，已经写在你名下了。不知不觉看向你，眼瞳装满了繁星。这是彩礼，还能够再买一套的钱。温热海风亲吻你，思念让我屏住了呼吸。我的你一定要收下。笃定，这爱意还有吗？有的。车还有几辆，虽然我们2个都不太喜欢开车，但我还是带来了。藏在呼吸里，涌出眼睛。这是我身份证，跟你同岁，属兔的。这个呀，是我们自己家企业，我的占股，也都交给你。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。这是体检报告，上周做的，健康，能生。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爱的勇气，别担心，希望阿姨成全我们。赌上所有。苗苗，这爱意这么多，哎，我看这个放手。绕着无权证书，隐藏在呼吸里。我算是看出来了啊，你想结婚，那也要先求婚，连个求婚戒指都没有，有没有仪式感呀？差一点错过拥抱你，谎言躲不掉真心，聆听着，今后在你身边晚安好梦。我只爱的你，请允许我不断重复着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别担心，赌上所有，奔向你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。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谢谢。客气。云开梦合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火色，让爱的味道延续。对了，这个喜欢吗，老婆？我就念这些，不许吃。行。哎呀，你还扇我一下。这个喜欢吃吗，老婆？我只愿随你去。老婆，老婆。别喊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我们这婚也结了，证也领了，孝顺老婆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。那这样，咱今天先不叫，你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行吗？求你了。保证不叫。我保证。你眼中有星河，
就在此刻。老婆，晚上吃什么呀？你会不会抱紧我？老婆，吃什么呀？我带你去。吃什么？老婆，今天想吃什么？哎呀！喂，没有呢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好收拾啊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想约一下陈董。啊，那见面再说吧。拜拜。啊，淼淼，坐吧。你瘦了，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。淼淼，对不起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思远在还没有断奶的时候，我跟他的爸爸就分开了。你看着我跟女魔头似的，那个时候我也把爱情看得很重，以为思远的爸爸就是我的真爱。的确，他那个时候家境不错，又有才华，而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小镇姑娘，只会考试卷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好了，先怀的孕，后结的婚。他还是学师范的，一手漂亮的字给我写过最好看的情书，说过最动听的情话。可后来呢，留给我的是近30年的孤独。我哭啊闹啊折腾啊，都没留住他的心。疲了，离了。我知道我不配。陈董，你别这样说。淼淼，我只相信2件事实：爱情只是幻象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思远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在他刚有记忆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再吃过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强大了，我一直在保护他，就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可能是我狭隘了，我是一个长时间没有得到过关爱的人，有时候都忘了怎么去爱别人。在我心里，有时候对你好过于他。我害怕他步我的后尘，也害怕你步我的后尘，落得最后跟我一样孤独。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去体验像我这样的人生。淼淼，我当然同意你跟思远在一起，我也接受未来你是我的儿媳，只要你不嫌弃他做过的那些蠢事儿。淼淼，米瑞是我们的米瑞，你还愿意回来吗？
陈豆，没事。苗苗，你能再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，陈豆？你已经违约一次了，这次能答应我不告诉思远吗？哎，要不是白昼3期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。原谅我吧，苗苗。在指尖的轻落，就当这10年是我对你们爱情的考验。总在黑暗陈豆，触摸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要不是梦中盼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想什么呢？刚好思远，要不是咱们俩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要不还是告诉陈总吧。要不是说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。陈思远，你竟然背着生你养你的妈，先斩后奏结了婚，你真是哪样忤逆做哪样啊！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妈？告诉你了，你会同意吗？从小到大，你做任何决定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要是10年前不拆散我俩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。我的忤逆难道不是被你逼的吗？就因为你是我妈，就可以不讲道理，是吗？陈豆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儿。你自己看看，这10年来 PUA 的多成功啊！这样，咱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堂堂米瑞集团董事长是怎么欺负一个刚毕业职场小白的。这东西我都随身带着。你别动！找到了，合约第9款第4条，乙方具有如下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10倍甲方所支付的医药费。情形1，合约期内背着甲方私自与其儿子滕思远交往。情形2，乙方向第3方任何组织泄露他人秘密。情形3，念了。
等，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思远，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对不起，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粉丝馅的饺子，你想不想尝一尝？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设防的问候，你今天一直都没吃饭，尝一尝吧。要不是你吃一口。吃一口。好吃吗？要不是白昼，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我现在心有点乱。在指尖的轻落。合同是我搬家的时候发现的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瞒着你。触摸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你能不能原谅陈朵啊？要不是咱们都一起好好的往前看，好吗？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他。你在这干嘛？啊，陈总，我那个身体有点磨磨唧唧。陈董在哪儿？在特护病房，等会注射全麻。概率多大？3成的概率。医师团队的，是3家最好的。最好的。你要不去看看吧？思远，陈董他一直瞒着不让说，但是我感觉他挺害怕的。陈总，就这儿。
妈，妈，妈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照相馆拍照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雪，路特别滑。中途路过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碰到了一个熟人，说是我外婆家的远房舅舅。他在那卖包子，又大又热乎的那种。我妈跟他聊了几句，然后非要给我一个冒着烟的包子。我当时就拽着我妈的衣角，往她身后躲，硬是没吃。我妈就说你不想吃吗？你就吃啊，躲着干嘛？但其实我很想吃。20几年了，我依然记得那个热气腾腾。那是我关于我妈最早的记忆了。要不是白昼不知疲倦的运作，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风作。要不是怎么样了，医生？目前来看，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。等过了观察期啊，没什么排异反应的话，基本上能痊愈。刚走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妈，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你们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小米粥。听你的。我听你的。可以。怎么了吗？苗苗。哎，陈总。怎么心动？要不是你。彩礼我就不给你了，嫁妆我也不替你买。这个呢，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谢谢陈董。喜欢就要改口了。哎呀妈，他脸皮子薄，上次在商场我叫他老婆，他吓得东躲西藏的，得给他时间适应。妈，
触摸，终于能卸下这脆弱，妈，看大海星辰乖的放纵。要不是思远梦中盼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好过日子。要不是我睡于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